今天下午没事兒，去我們家旁邊的一個小商圈溜達溜達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空出來好多門臉啊！這在前些年真是不能想的。亦莊上海沙龍，原來這裡邊的門臉基本上沒有空的。今天進來一看，空了很多了，2樓空的更多。這個日昌餐館也是特別老的店了，但是它隔壁的2間也都空出來了，很蕭條啊！現在看起來。北漂3年，終於我還是離開北京了。我在半個月前被裁員後，決定結束北漂，去找老公。我老公是工程人，我們2個從認識到結婚一直都是異地。被裁員後，我決定離開北京，結束異地，把活着過成生活。我不知道未來是否後悔這個決定。曾經的美好與痛苦早已刻進骨子裡。那些熬過的夜，流過的淚，都是我坚韌不拔的證明。又到了該交房租的日子，這個月18000多的收入就像走了一個過場，還沒有捂熱就要分配出去了。在北京生活最大的成本就是房租，如果收入少的話，可能1年收入的1半都要花在房租上。换完老粗布床單就趕緊給房东大爺轉錢了。我租這個房子是押1付3，也就是一次交3個月的房租。我一個人住2室1廳的98平。在北京，每次交完房租，感覺是既輕鬆又有壓力。博主感嘆，現在的大環境確實不比從前，再怎麼努力，收入也不可能回到過去的水平。如今辛辛苦苦面試搶到的一份工作，很可能是別人實在幹不下去離職騰出來的。面對這份加班頻繁的崗位，他無數次想辭職，但如今就業形勢嚴峻，工作越來越難找。既然有一份工作可做，就應該好好珍惜。今天想要来聊一下失業这件事儿，就我想問一下，就是你們有沒有數過自己被裁過幾次？我是16年來的北京，一共被裁過6次，特別是在21年到24年這3年當中，我連續好幾次就連試用期都沒有過就被裁了。然後我最長的一次失業期是長達10個月。家人們，今天我遇到一件非常難受、非常扎心的一件事情。中午的时候我在华侨旅车城一家自选的一个餐厅里面吃饭，我正好吃了一半的时候，看有一个老奶奶走进来了，她穿着破破的衣服。当她看见有一个顾客用餐完之後，她便快步的就跑過去了，拿起那個筷子就去吃人家吃剩的一個食物。她生怕走慢了被服務員把這個東西給收掉了。博主當時心裡很不是滋味，便給那位老奶奶點了一份分量十足的餐食，送到她的手中。老人連聲道謝，她心裡泛起一股暖意，也更加體會到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的意義。現在在北京創業真的是越來越難了。上周我一個朋友說，他開了5年的美容院倒閉了，因為是實體店生意太難做了，可是呢，他又不敢全身心的投入電商，怕不穩定。在中國經濟持續放緩的背景下，北京不少曾經人氣鼎盛的商業綜合體，如今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繁華。近日，一名北京博主發了一段實拍視頻，記錄了位於北京3環內2環外商業中心新年華的現狀。當天正值晚餐時段，按理說應是商場最熱鬧的時候，現場卻顯得格外冷清。商場內人流稀少，大多數餐飲門店門可羅雀，不少店鋪已經關門歇業，仍在營業的商家也鮮有顧客光臨。博主不禁感嘆，從興旺到衰敗，也就是7、8年的時間。事實上，新年華的遭遇並非個例。如今，北京不少商業綜合體都面臨着類似的經營困境，一些開業多年的老店也不得不陸續關門離場。多位北京市民表示，如今生活壓力越來越大，許多人連維持基本生計都變得困難。一位博主說，以前還能在餐館或商場附近撿到別人吃剩下的飯菜充飢，但現在連剩菜都很難撿到了，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撿剩菜的行列。
導致能夠撿到的食物越來越少。過完年，你真的想好來北京了嗎？聽完我這幾條，你再決定來不來，怎麼來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個正在北漂的山西人。每年過完年，都有好多朋友問我，想去北京打工找工作，能不能行？今天不画餅，不雞湯，只說普通人能用上的真話。第一，來之前先想清楚，你是來掙錢的還是來追夢的？想掙快錢，存住錢。北京不一定是最優解，房租、通勤、吃飯，每月固定開支就很高。如果是想学東西、長見識、進大廠、做新媒體、影視、設計，北京機會確實多，但也真的累。博主說，千萬別輕易裸辭來北京打工，至少要帶夠3到6個月的生活費。北京很大，常常會感到孤獨，加班是常態，通勤1-2個小時再正常不過了。受了委屈，半夜崩溃也很常見。撐不下去的時候可以回老家，這並不丟人，也不代表失敗。北漂16年，終於還是離開北京了，被大廠裁员。今天我想說再見了。我拼了16年的北京，16年前我揣着几百塊錢就來北京了。那時候眼裡有光，就覺得憑本事肯定能混出個樣兒。從又潮又小的地下室搬到能曬着太陽的一居室，從啥也不會的職場小白做到能獨當一面的渠道經理。北京的胡同大大小小的寫字樓，到處都留着我的青春和拼劲。博主說，他曾以為只要努力就能在北京扎下根，可16年過去了，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，這滿城燈火沒有一盞是屬於自己的。直到被大廠裁员，他才不得不停下來，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去天津工作，工資或許只有北京的一半，但他能每天給孩子一個擁抱，能參加他的家長會，能在睡前給他講故事，不用在兩地奔波，一家人住得舒心，過得踏實，這樣的生活就已經足夠了。5年間，北京20到34歲的年輕人少了185萬，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的人，說不見就不見了。北漂的年輕人為何越來越少？他們去哪兒了？有意思的是，還有2組數據重疊的驚人。全國去年新生兒中近40%都集中在10個省份，而這些地方也正是咖啡店瘋狂生長的地方。廣東連續7年出生人口全國第1，去年有113萬新生兒童。與此同時，廣東省有1.8萬家咖啡店，數量也位居第1。這段時間有很多兄弟想來北京跑外賣，我跟你們說句實話，不要來，你來了你還得跑路。你們不要看我，一趟拿個10幾個，那只有午高峰，過了12點半，大廳裡面都是白板，一個單都沒有。前段時間刚過完年，確實單子挺多的，很多其實都沒有來，有很多兄弟一天這個1000多塊錢加獎勵，能有個一天幹2000塊錢的兄弟都有。但是從這個禮拜開始，大廳裡面過了午高峰，什麼單都沒有了。畢業季想去大城市打工，北京和上海怎麼選？直接告訴你答案，能選上海就不要選北京。如果這2個弊端你能夠接受，你就可以來北京。第一個，生活在北京就是通勤距離非常長，基本上你要去哪兒都是1個小時，因為你不可能住在市中心，对吧？你一定是住在北京4環5環，对吧？這公司一定是在市中心的，你不可能租那市中心的房子。主要交通方式就是地鐵，擠地鐵，對，非常非常擠地鐵。博主說，其實北京的日常消費並不算高，真正把人壓得喘不過氣的是房租，貴得離譜。在北京5環外，想租一間10來平的小次臥，1個月就要2000多。他感嘆，北京是一座幸福感極低的城市。大家有沒有注意，這幾年北京的就是外來人口越來越少了，曾幾何時，大量的那個外來務工人員在北京的街頭，幾乎北京的城鄉結合部的各個村莊或是城中村的外來人口，一早一晚的人是烏泱的，根本擠不動。這幾年你發現沒了啊，哪裡都很清靜，這人都去哪了？北漂不被身邊人理解，到底是什麼滋味？總有人反覆勸我，一個女孩子何必非要扎根在北京？你又買不起房，搖不上車牌，遲早是要回老家的。最開始我還會忍不住辯解，總想說服他們不懂我的選擇，慢慢的我才釋懷。不被理解本就是成年人的常態，每天擠早晚高峰，蝸居在10幾平米的出租屋，也會羨慕別人安穩體面的日子。如果你想找個大城市打拼，那我推薦北京，尤其是跟我一樣家境不好、學歷一般、還沒有什麼背景的姐妹，因為我從畢業到現在一直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。再跟大家聊聊為什麼是北京。
北京的就业環境是全国比较不错的，就哪怕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就业市场不景气，咱们矮子里边拔高个儿，它也是最高的那个。你在北京是找不到一份6000块钱以下的工作的。985院校畢業的研究生，去年年初結束北漂，來到西安工作生活，後悔了嗎？來西安工作生活1年半的時間了，花極低的價格就可以住進寬敞的房子，生活成本低，去到市中心半小時，不像在北京的時候來回要花費半天的時間。研究生畢業後的這幾年，我和老公先後在青島、北京、西安這3座城市工作生活。很多人不理解我們一個江蘇人，一個山東人為什麼來西安。我們倆的想法很一致，只要有好的工作機會，我們不在乎城市。我奉勸所有想來北京的都別來，除非你能接受這3點。第一點就是你能接受你啥也不是。在老家你可能覺得你是父母的寶貝呀，對吧？但是到北京啥也不是，真的。在北京你投100份簡歷，可能回你的就2-3份，2-3份他都是燒高香了，真的。博主說，在北京孤獨幾乎是常態，在老家時周末能約上3-5好友喝酒聊天，可到了北京真正能夠交心的朋友很少，因此很多人周末都是一個人待在出租屋裡，一躺就是一整天，加班更是家常便飯。每次深夜獨自返回家，那種心酸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。很多人拼盡全力，到最後依然買不起房，落不了戶。將來孩子在北京上學，困難重重。北京確實機會多，但也確實殘酷。暑假工今年就不要來北京，原因有2。一個呢，是因為現在6到8月份是生產製造業的一個淡季。第2就是暑假工很多。上千萬的暑假工一下湧過來，這個工價一下就下來了，明白吧？那同樣的，知道你是暑假工，肯定給你價格壓得很低。如果你只是為了讓孩子去體驗一下這個錢難掙屎難吃，你讓他磨礪一下，那可以。那除此之外，你還不如說回家陪陪家裡人。我是北漂14年，央企14年，但是失業的一個2胎媽媽。真正讓我徹夜難眠的，從來不是失業，而是孩子的上學之路。相信所有北漂家長都懂這種無力感，在北京打拼10幾年，扎根太難，孩子落不了戶，眼看孩子馬上小升初，現在就得馬上定未來去哪上學。說說我家真實情況吧，孩子目前4年級，我打算賣掉濟南的房子，置換天津市區學區房，為孩子搏一條穩妥的升學路。商鋪幾千年了，他都沒有被淘汰，可你才活了幾十年，你就敢斷言說商鋪不行了？你沒做過生意，也沒買過鋪的，張口就說商鋪沒有價值，你這不是不懂，是無知者無畏。就連京東、淘寶這2個電商巨頭都在不斷的入駐線下實體店。京東有七仙、京東茂、京東養車，淘寶有盒馬先生。如果說這個線下實體不行了，他們為什麼還要不斷的在入駐這個實體呢？今年還敢扎進餐飲創業的人，我認為不是勇敢，可能是在豪賭，90%都在往絕路上走。斗膽說一句未來3年除了低端的剛需餐飲，普通人進場全是炮灰。過去請客吃飯，我們講排場，對吧？拼裝修、追網紅，人均200-300塊不心疼。現在的餐飲消費徹底剝離了這一層的濾鏡，消費者只認6個字：好吃、乾淨、實惠。大家知道餐飲這個行業有多恐怖？告訴大家一組扎心的數據在2025年，我們倒閉的餐飲商家的總數量在330萬到350萬之間。什麼概念呢？平均一天要倒閉8800家，每分鐘就有6家餐飲店倒閉。而且在去年新開店，它存活6個月以上的這個數量不超過50%，6個月多恐怖！證明你是血本無歸投資全部打水漂，就留給我們普通人的機會真的是越來越少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